是在下雨，可3个女孩却跪在地上刨坑，就连一旁的村民都在叹息：老天爷，只听说恶事做尽遭雷劈，咋把季姑娘这样苦命人也给劈了？老天还真是不开眼。也许是老天在帮她摊上个难产狠毒的婆婆，成天挨打受累，不如早死早超生。只怨她命不好，肚子又不争气，生个子吧，还和她一样是个傻子。空中雨越下越大，梅议会现场只剩下3个女孩和一具尸体。就在这时，尸体突然睁开了双眼，还没等她说话，3个女娃吓得闪到一边。娘，你是人还是阿飘？娘，你是不是没死？看着孩子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季之欢脑子忽然涌入大量的记忆，他很快明白自己穿越了，穿越到被父亲5两银子卖给一个好吃懒做妈宝男做媳妇，今后要和那样一个废物泼皮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这真是天崩开局啊！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3个娃娃扛着他就朝家里奔去。娘没嘎，还活着。娘，是不是头疼？三妞给娘揉揉就好了。娘好像醒了，我听到三妹在笑，我们快去看看娘。我不要进去，娘变得好丑。乱讲，娘一点都不丑。二姐，你再说娘丑我以后不和你玩了。听到三妞维护自己，欢欢心里甜丝丝的，正要把他们3个都叫进来，这时大丫突然跑了进来。娘，你快去看看哥哥，哥哥躺在床上好像很难受的样子。欢欢来到隔壁房间，只见一个男孩躺在床上，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表情。娘，哥哥脸好像比先前红一些了，哥哥会不会死？不会，娘会治好大宝的。季欢欢在现代除了是特警，还是鬼手神针巫阿婆的传人。他把大宝右手从被子里拿出来，给他切起脉。娘会治病啊，娘看上去好厉害。是不是感觉娘变了？娘以前不记得小时候的事，今天被雷劈后反而想起来了。以前娘就会给人看病。通过大宝脉象，欢欢发现他脑部有淤血堵塞。该死的老太婆，大宝后脑一定是老太婆科种的。你们爹爹呢？爹爹偷了爷的酒给哥哥擦身子退烧，被奶叫去了。那废物还知道酒能起到物理退烧的作用，算他勉强还有点脑子，只是这个办法对高烧作用不大。看来要去山上碰碰运气，如果运气爆棚，有幸采到灵芝，再配合针灸治疗，大宝脑部淤血就能化去，做回正常儿童。就在这时，他眉心轻颤一下，随后他看到了他的百草间，还有医药箱，堆放的个人物品和储存的食物，以及他种植的果园全部都在。我的空间竟然跟我一起穿越了，大宝这下有救了。欢欢喜出望外，正想着找个什么借口支走3个丫头，正院那边就隐隐传来丁有田的干嚎声。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？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？到处死人偏不死你！早知你是这么个没用的东西，当初真该把你扔进粪坑里，省得白糟蹋粮食喂大你这废物。娘，要是打儿子一顿你能解气你就打吧，只要不把儿子一家分出去，不让儿子休妻弃子，而要那样做的是会要了他们的命啊！娘啊，你就容了他母子吧。闭嘴！雷都劈不死的贱皮子，你铁了心要护着那丧门星，不愿休了他，就带着你那一窝歪蛋赔钱货滚去后山老屋住。我眼不见心不烦，全当白养你一场。丁有田转而求老丁头：爹，你说句话吧。欢欢他打7岁多进咱们家的门，看在他这些年尽心侍候全家老少的份上，爹你就留下他吧。老丁头闷声不响，脸上看不出任何多余表情。早2年他就有心把4房一家分出去了。爹娘，儿子求求你们了，给我们一家一条活路吧。往后儿子一定多干活少吃饭，儿子下死力干活，保证再不吐血，吐血也不要爹娘抓药。老丁头不动声色瞟眼孟氏，孟氏心领神会，闭上你那粪坑！瞧你那死没出息的样，我还不怕告诉你实话，你就是休了那丧门星，撵了那歪蛋，这个家也早已经容不下你。丁有田看眼他娘，浓眉凤眼下高挺的鼻梁透着几分冷意，随后瞪着他爹问道：娘说的可是真的？你们早想放弃我这个儿子了是不是？老四，你也莫怨爹娘狠心，要怨就怨你身后无主粮，后继无人。咱们这一大家30几口人，张张嘴都要吃吆喝，你那一房6口人，2个傻的，3个赔钱货，你也是不中用的。话说到这份上，丁有田破天荒的没哭没闹。爹，你说吧，分我哪些东西？分完我一家马上搬走，绝不多留一刻。老丁头就等他这话，心里早合计好，不急不缓道：除去后山旧屋，后山5亩地也归你，家里细粮分你60斤，粗粮200斤，另外你现在住的屋子里的东西都归你，别的你就别指望了。就这些。丁有田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，后山那5亩旱坡地根本种不出粮食，只能种个烟叶，可烟叶在他们当地并不值钱。还就这些你还不满足是吧？你想把你爹娘血吸干才满意吗？老丁头摆摆手，示意孟氏别再多言。罢了，再分你2只鸡，休要再多说一句。见丁有田一张嘴便损失2只鸡，孟氏气得抡起鞋底，照他背上一通乱抽。还不快滚！还赖在这干啥？带着你那一屋赔钱货死得远远的，永远不许别再登这个家的门槛半步！滚，给我滚！丁有田虽心有不忿，
但也知道爹娘是铁了心，不会再分他田产和半个铜板。临出门，他还是看了他爹一眼，指望能从他爹眼里看到一丝温情，能多少再分他点东西。然而他失望了，他看到的只有无尽的冷漠和厌弃。大房刘氏和三房高氏笑得嘴都合不拢，两人都觉得早该把四房分出去。见丁有田从堂屋出来，他俩忙迎上前将他扯到一旁。老四，爹娘手里真有50-60两银子，你是瞎蒙的还是无意中偷听爹娘提到的？你跟大嫂说句实话。早是二哥他们要走200钱，拿先前还说这个月盐巴都买不起了，接下来怕是要让大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你那话到底准不准成？丁有田眯起狭长的凤目，二位嫂嫂要想知道，可以自己进去问。果然是个没教养的东西，竟然学会了咬人。你好歹是三丫的伯娘，怎下得如此狠手？还有没有点人性？你这毒妇！高氏平素欺负他们母子惯了，这会被小叔子指名道姓骂作毒妇。他又羞又恼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只见老太婆愤怒冲冲赶来。全儿哭啥？谁敢欺负我孙子，找打不成？阿奶，三丫咬我，还骂你是个大蠢货。好你个赔钱货，反了天不成，竟还敢在家里横行霸道！说完扯起丁权力一看，只见手臂上2行深深的牙印，气得他三角眼一瞪，指着高氏下令道：那个谁，我命令你给我抽烂三丫的嘴，看他还敢咬人不？娘，三丫脸都被打红了，只怕会肿，而且又不是三丫先动的手。哼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去给我打！赔钱货打嘎了就嘎了。四房本就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，现在三丫居然又咬伤他的爱孙，依着他的脾气都想几脚踩嘎三丫。见高氏犹犹豫豫，老太婆一拳打在他的背上。你是死人吗？还站在这里不动？高氏当下便去丁有田怀里抢夺三丫，丁有田一个闪身直接躲过高氏的手，三丫也奶凶瞪着他。别碰我，你个坏蛋，连小孩都欺负，你个大坏人。好你个赔钱货，竟然还敢骂我，看我今天不嘎了你！说完就要上去抢人，三丫也怒了，朝着高氏就是一个大壁咚。只见高氏脸上出现几道印子。你个小贱皮子，好大的狗胆！老太婆冲过去，逮到丁有田就是一顿殴打，又伸手要抢三丫。丁有田一边护着三丫，一边吼道：娘今天要打三丫，就先打死我！大丫二丫也哭着扑过来，一边一个抱着丁有田的大腿。奶，不要打我爹爹！你们一个个的豪丧啊！我让你护，看我今天不打嘎这个赔钱货！孟氏向来心狠，盛怒之下下手更没轻重，然后一把将三丫从怀里拽了下来，一掌将三丫打趴在地。看到三丫脸上冒血，丁有田顿时急眼了。娘，你今天有本事就把我们父女4人全打死吧！你当我不敢打死你们是咋的？横竖你们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我今天就打死你们，看谁能把我怎样！此时土墙外已围了好些村民，有村民起哄道：打死自己亲儿亲孙女也要被县太医砍头的，你可想好了，不怕砍头你尽管打！放你娘的香蕉麻辣屁，哪凉快哪待着去！高氏想在孟氏跟前讨好，朝着趴在地上的三丫走去。娘，这个臭丫头今天就交给我来处理，竟然敢打我儿子，看我今天不打断她的4肢！然而高氏的手没能落下来，就被赶来的季之欢一把握住手腕，疼得他脸色顿时大变。敢动我女儿，我要你的命！说完一脚将高氏踹飞5米之外，一旁的村民顿时目瞪口呆。天啊，这不是季之欢吗？被雷神劈一回，脑子清醒了，变得这么凶悍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这一大家子没几个好东西。不过欢欢要倒霉了，老太婆只怕要活死了他。老太婆眼睁睁看着2个最爱的孙子和高氏被缓缓一脚一个踹飞，怒吼一声，她气势汹汹扑过去欲活撕欢欢。季之欢，我看你是3天不打皮痒痒，看老娘不揭了你的皮！欢欢冷哼一声，抱着三丫飞身而起，一脚将孟氏踢翻在地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欢欢一个闪身，一脚踩在老太婆的胸口上。再动一动，信不信我一脚踩爆你的狗头？孟氏见他一副凶残的样子，一时还真不敢动，但就这么服软被拿捏住不是他的风格。他2手往腿上一拍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捶着胸口哀嚎道：老天爷呀，你咋不劈死这个大逆不道的贱皮子？这天底下哪有做媳妇的敢动手打婆婆的道理啊？有望他爹呀，你还管不管了？我不活了不活了！欢欢轻蔑扫他一眼，今天就是搬出天王老子都没用。丁孟氏，我看得真的，明明是你自己摔倒的，管人家有田媳妇啥事？你少诬赖好人。我也看到他自己摔倒的，不关有田媳妇的事。围观村民七嘴八舌，好几个人替欢欢做伪证，气得孟氏差点喷出一口老血。孟氏正要破口大骂那些村民，眼角余光瞥见丁有田。老四，你个怂货软蛋玩意，你就眼睁睁瞧着你媳妇欺负你娘啊！你要还是我儿子，你给我往死里打他！丁有田二话不说，直接一头又栽倒在地。娘，
恕儿子不孝了，自求多福吧。三丫依偎在欢欢怀里说：娘，爷奶给我们分出去了，我们以后不要跟他们住了，娘带我们走好不好？三丫听不清自己的声音，也听不清周围人的声音，耳朵和脖子上都糊了鼻血，把欢欢给心疼坏了。好，娘带你们走，回头娘给你上了药就不疼了，以后娘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。欢欢饶过孟氏，一手抱着他，一手牵起大丫，眼往丁有田一缩，丁有田立即爬起，抱上二丫就准备闪人。站住！打了人就这样一走了之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老丁头一张脸铁青，外面闹成这样，他在屋里再也坐不住了。你们把这个家搅得鸡飞狗跳，如扫妻子，眼里无父无母，如此大不孝。今天我不和你们计较，赶紧拿着你们的东西给我滚！你们这群吸血买黄跪下求我留下，我都懒得留下。说完带着几个孩子就走。季之欢急着回去给三妞上药，丁有田见状立马跟上。娘子，你那一脚真是厉害，为夫往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欢欢回过头，面无表情看着自己丈夫。往后退，以后不管在哪，离我3尺远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说完带着几个孩子就走。没一会，一家5口就带着行李朝老屋走去。然而当季之欢抱着三亚准备加快步子时，身后传来喘气声。这样的废物要不要赏他一碗药，早死早解脱？老娘，别管我，你自先去上去，我歇一会就行了，实在太沉了。算了，废物就废物点吧，毕竟是孩子的亲爹。但季之欢来到老屋门口时，却听见院子里传来一个妇人的笑声。进去一看，正是经常照顾原主的田氏。田姐姐，你来了。哎呦，妹子，今天的事情我可是听说了，你还真是命大，要是撒手去了，这几个娃儿可就遭老罪了。我也算是因祸得福，现在反而清醒了。你要早点清醒多好，人善被人欺，那家人就该狠狠治治他们。至于往后的日子，你也别太担心，老天爷饿不死瞎家抢，我能没啥好东西能送你的。我从娘家回来，我娘给了我1袋番薯，我给你拿来半袋。那就谢谢田姐姐了。你先忙着，家里缺啥和我说一声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在大燕国，红薯可是稀罕物，季之欢随手挑了几个种在自己的空间里。虽然个头都不大，但胜在新鲜，早晚用灵泉水浇一遍，要能长出苗，一再到那几亩旱坡地，不但可以做全家人的口粮，晒干了还能给4小指当零嘴。等季之欢清扫完主屋，丁有田才到家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进屋一屁股瘫坐在地。大丫搬来板凳，爹，别坐地上，来。大宝指着红薯看向丁有田，爹，吃这个，这个可好吃了。丁有田接过红薯看了看，这是何物？哪来的？番薯，也叫红薯，是田姐姐拿来的。你去生火，把红薯埋在灰堆里煨熟后扒了皮就能吃，先喂几个给孩子们垫垫肚子。可是马捕快家的田氏，他家光景也不好，咱们不能白受他的恩惠，要不回他几个鸡蛋吧？回头再说吧。季之欢转过身没瞧见二妞。二丫呢？他人跑哪去了？大妞愣了愣，那阿妹会不会一个人跑回爷奶那边去了？大宝见众人着急不已，指了指屋后。等季之欢来到屋后，二丫慌忙把手背到身后。阿妹，娘叫你听到没？见季之欢沉着脸，二丫眼里一下盈满泪水，主动把藏在背后吃剩半个的红薯拿了出来。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敢生吃，万一吃坏肚子怎么办？想吃可以跟娘说，要先问过我能不能吃，可不可以吃，不能悄悄拿了躲起来一个人吃，这样很不好，知不知道？娘，我错了。错了怎么办？快告诉你娘，错了改过。季之欢转过头，丁有田立即往后稍。你爹说的对，错了就要改过。娘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二丫泪眼汪汪，某人心里却开出花来。娘子刚刚夸我了，是不是代表娘子恢复记忆后并没嫌弃我？丁有田刚咧嘴想笑，一道冷眼刺了过来。生火去，孩子犯了错，当爹的一旁偷着乐，要不是孩子们在跟前，我真想一掌拍死你。有田灰溜溜往灶屋去了。娘，红薯烤香了，爹让娘瞧瞧是不是可以吃了。烤红薯的香味把三妞都勾醒了，她皱皱小鼻子，有气无力地喊了声娘。季之欢把她抱在怀里，被娘抱着头时的感觉好幸福。丁有田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先是在笑，笑着笑着眼睛酸涩起来，便赶紧起身往外走。娘子最讨厌动不动哭鼻子的人，我还是做点娘子喜欢的是吧？吃完饭后，季之欢让丁有田在家看着孩子，他准备上山去打点野味。我也要去，山上有野兽，我可不放心娘子独自上山。季之欢很爽快地答应了。随后丁有田跟在季之欢身后上了山，一错眼的功夫，欢欢不见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害怕。别鬼叫，你快过来瞧瞧。循声找过去，欢欢手里搂着从百草间里取出来的军用帐篷，他事先用药水画去了帐篷上的文字和图案，又故意划破几处地方。咱们运气不错，这应该是营部，能防雨，正好可以用来盖屋顶。什么营部？见他不懂，丁有田腰不自觉地挺直了。军事扎营用的，
几个月前，北面山脚下驻扎过军营，偶尔也有士族上山捕捉猎物，多半有人在山上扎过营，这是他们扔了不要的。用针线绞几针，遮在屋顶上，上面再用草盘盖严实了，再好不过了。那赶紧割草吧，咱们分头割，一会再回到这里会合。由于捡到宝，又在娘子面前露了回脸，丁有田的精气神一下上来了，割起草来浑身是劲，正埋头苦干呢，听到一声响，回头一看，一只野兔倒在树下，他上前捡起兔子，左瞧右瞧，没看到伤口，难道是自己撞死的不成？季之欢应声而来，这兔子中了他的飞针，被他扔过来的。咱们挖个陷阱吧，这兔子挺肥的，兔头用来做诱饵，剩下的带回去，一半分给田姐姐，一半咱们自己吃。女人第一次上山就捕捉到100斤的野猪，然而还没等扛着野猪回到家，就被妯娌拦在了门外。弟妹，听说你猎了头野猪，娘说了，让你留条猪后腿给她，其余的卖了拿出一半钱孝敬他们。季之欢无语地望着刘氏，这得多不要脸才能说出这样丧心病狂的话，把我们这一房从家里撵出来，还有脸跑来要猪后腿。刘氏脸色大变，瞪着季之欢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孝敬长辈不是应所应当的吗？我猎的野猪凭什么要分给你们？凭你脸大吗？你们把我们从家里撵出来，只给了5两银子，现在竟然舔着脸来要肉，你这样可是大不孝。猎了野猪，做爹娘的只要一条猪后腿，你竟然不给，这样的名声传出去，你就不怕别人骂你忤逆？话落，掉头望向一旁的丁有田，愤怒地说道：四弟，你也不管你婆呢？丁有田冷笑出声，眼里没有半点温度。想吃肉拿钱买，我们家我娘子做主，只要我娘子答应给你们，就算1头整猪送给你们，我都没意见。两个妯娌气得眼里喷火，一想到嘴的野猪肉没了，三嫂就口不择言起来。好了，你们竟然如此忤逆不孝，自己吃肉不给爹娘送，这样不孝就不怕别人笑话吗？季之欢听了厌烦不已，望着三嫂冷喝：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两个妯娌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今天要不到猪肉，他俩绝不会这样离开。你们两个白眼狼，自己吃肉，连口汤都不给爹娘喝，我要出去告诉大家，你们是怎样对自己爹娘的。季之欢懒得再和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说话，抬脚走到两人面前身边，伸手就拽住他们的头发，直接往外拖。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白眼狼吗？走，出去说去。两个妯娌没想到季之欢一言不合就动手，被扯着头发往外面拖，疼得两人尖叫起来。你个死肥婆，赶紧放开我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院子里不少村民看到妯娌斗的场面，立刻八卦地追问起来：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不要脸的跑来让我送条猪后腿给他，是给爹娘的，又不是给我的。你身为丁家儿媳，猎了野猪送条猪后腿给公婆是应当应分的。你们那边是怎么有脸说出这样的话的？我膝下有4个幼儿，还有个扶不起的丈夫，这家子全指望我弄点东西养活，你们倒好，还有脸跑来要东西。季之欢的话使得院子里的村民议论纷纷的，基本上是同情他的。你们回去和你爹娘说，若是想要丁有田日后孝敬，现在就该把他们这一房接回去。两人听了四周众人的话，脸色变了，哭着爬起来转身就走，跑到门口停住，回身瞪着院子里的愤怒道：季之欢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让爹娘收拾你们。有田媳妇，这猪听说是你弄了个陷阱逮到的，什么陷阱这么厉害啊？村子里猎户都未必能逮到这么大的野猪，你管人家呢？总之这是人家逮到的。说什么的都有，其中有人扬声问季之欢：欢欢，这野猪杀不杀？季之欢扫视了篱笆墙外的村民一眼，其中有一部分人不好，但大部分人品行还不错。虽然有人和原生吵过打过，但对4个孩子是不错的。既然大家都想吃肉，那我就让人把野猪杀了。话落，望向一侧的田氏道：田姐姐，我记得虎子好像会杀猪，能不能麻烦他给我杀一下？好，我现在就去喊他来。季之欢扫视了院门外的村民一眼，说道：待会杀了猪，谁家想要的话就来称点回去。因大家都是乡亲，所以我也不多收，就是5文1斤。集市上的猪肉20文1斤，野猪肉稀罕，有时候还要略高一些。没想到有季娘子一张嘴就少了5文钱。好，待会儿我家过来称1斤回去解馋。个个高兴的回去，当然也有人不高兴。李寡妇就很不高兴，生气的说道：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打这么大头野猪，怎么能收大家钱呢？李寡妇的话一落，有人小声附和：是啊，乡里乡亲的，怎么好收钱呢？季之欢抬头望向篱笆外面的李寡妇，这女人平时不但嘴巴恶毒，还十分贪小便宜，作风也十分不好。这女人真不是东西，要点脸吧，贪小便宜没边了，眼馋人家的肉，怎么不看看人家什么情况？真是不要脸。其实这头野猪送到酒楼里，起码卖3两银以上，我这一杀只能得1半钱。我知道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
我既得了野猪，也不好一点不念情分，所以大家若是想要的话，15文1斤，待会过来称。季之欢说完，不再理会篱笆外面的人。此时天色不早了，和4小只还没有吃早饭呢。丁有田跟在季之欢身后走进厨房。你别理那眼皮子浅的东西，一辈子没见过好东西似的。别说肉了，就是路边一把野草，都恨不得捡回去。季之欢点了点头。我不理他，这种人越理越来劲。两个正说着话，耳边忽响起急促的马蹄声。乡野之地，鲜少有马蹄声，何况是这个时辰。一个妇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划破了夜空，跟着响起几个孩子的哭声。是田姐姐家里，会不会是马大哥出事了？这时三丫突然跑了进来。娘，小豆哥哥的爹爹被衙门里的人叫去了，多半是出事了。丁有田赶紧跟在季之欢后面，两人来到田家，听见田氏在哭泣。他爹，你就这么撒手去了，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可怎么活啊？此时马福全跟个血人似的躺在临时卸下的门板上，左边半拉肩膀和腰腹上缠着厚厚的白色粗布，上面渗满黑乎乎的血，脸上也呈现黑气，显见中毒而死。屋里还有几个和马福全一样身着夜行衣的男子，其中一个看上去气宇轩昂，像是个头，另外还有个挎着药箱的老郎中，正在劝田氏节哀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不要哭坏自己身体。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季之欢恍惚看到马福全眼皮动了下。马大哥没死，瞳孔还未完全扩散，还有救。老郎中闻言气呼呼地道：岂有此理！老夫行医术10年，你个小娃娃竟敢质疑我的医术！季之欢懒得搭理他，反而看向一旁的丁有田，去把这个老匹夫给我按住，别耽误我救治病人。话落，丁有田立即将大夫拖到一边，而季之欢立马上前开始给患者做心脏复苏。不过半盏茶的功夫，田氏忽大叫道：动了，眼睛眨了。田氏扑通一下给季之欢跪下：欢欢，谢谢你救了我丈夫，不然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活下去。姐姐快请起，从前你对我家多有照顾，昨日又雪中送炭，姐姐的恩情我都记在心里，你我两家不需如此客套，快请起。这时老郎中羞愧得无地自容，都是老朽昏庸无能，差点误人性命，惭愧。我幼时曾拜过隐士高人为师，恩师医术出神入化，我仅学的一点皮毛，恰好知道有种假死状态而已。老先生实在没必要过于自谦。原来如此，隐士高人岂是一般人能比的？随便指点1、2都能让人受益匪浅，何况还是高人的徒弟。我家娘子脸色不好，想必累了，我们先告辞了。说完也不管季之欢同不同意，扶着他就往外走。田氏醒过神追上来喊道：妹子大恩姐姐记下了，以后再报。两人回到家中，4小崽都醒了。娘，你咋了？娘没事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娘让你们爹爹给你们熬白粥，一人再煮1个鸡蛋。丁有田依言照办，给他们1人煮了个鸡蛋。没一会，三丫就端着碗来到季之欢身边。爹爹给娘煮的糖水鸡蛋，娘快些吃吧，还热着呢。鸡蛋1天只能吃1个，吃多了不消化。你们是小孩，吸收能力好，娘吃1个，剩下2个你们分着吃了。娘吃一半，剩下一半留给爹爹吃吧。爹爹说他吃过了，可我们都没瞧见他吃。行，给你们爹爹吃。他人去哪了？爹爹上山割草去了，还修整好了鸡哦。等季之欢刚吃完1个鸡蛋，丁有田背着一捆干草回来了。季之欢把碗递到他手上，赶紧吃，吃完我们一块上山，再多割些草砍些竹子回来。过2日还要修补墙皮裂缝，事情多着呢。好的，娘子。等丁有田吃完，两人背着背篓就朝着山上走去。大丫则是带着3丫2丫在院里继续拔草。此时刘氏正在添油加醋把他听到的讲给孟氏和高氏听。这下作的娼妇把我们老丁家的脸面都丢光了，哪有正经女人去按压别的男人胸脯的？老四这怂货软蛋，当初就应该把他给掐死。还有马田氏得了人好些东西，分了些给老四家，2匹布呢，1匹青色1匹花色，还有满1篮鸡蛋和几包糕点。义乌赔钱货，他们配穿花布吗？过几日娘不是要送桂儿和犬儿去学堂吗？正好拿那匹青布给他俩1人做身心衣裳，去学堂里穿得太寒酸，惹人笑话。招人笑话倒是小，就怕他哥俩以后不愿再去学堂念书，这样就不能给娘挣银两回来了。大嫂身上的秋长袖口都磨损了，我的也是。那匹花布4弟妹如今的鬼样子，穿着白白糟蹋了。3个赔钱货迟早是别人家的，更没给他们穿的道理。刘氏一听自己也有份，当下便怂恿道：3弟妹说的是这么个理，娘即使4房分出去了，他们也依旧是娘的儿子儿媳，得了好东西理应孝敬爹娘，没有他们自己揣起来的道理。说得对，虽然分出去了，也依旧是我的儿子儿媳，得了好东西理当孝敬我。最主要那匹青布必须拿回来给我2个爱孙做新衣裳。说这老太婆就领着刘氏、高氏急火火地往后山老屋走去。半路上，高氏忽想起昨日季之欢凶残的模样，她哎呦一声，捂着肚子道：娘，大嫂，我内急，憋不住了，你们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刘氏一眼看穿他，撇嘴道： 3弟妹是怕了吧？有娘在，
你怕什么？再说了，咱们又不是去找他们吵架，只是去拿回他们你当孝敬娘的东西罢了。你要不去，可没你的份了。老太婆三角眼一瞪，怒骂道：“不中用的东西，你愿去便去，不愿去便滚。”高氏是真的有几分怕了季之欢，但他更怕那匹花布拿回来没自己的，当下只好硬着头皮一起去了。老太婆一进院子就厉声喊道：“老四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！”见他们三个闯进来，大丫伸手护住大宝和二丫三丫。爹爹和娘上山割草去了，你们找爹爹可以等他回来。高氏一听不在家，立刻来了神，抬脚就往正屋奔去。没一会抱上2匹布就要往外走，大丫冲上去夺他手里的布，被他一掌推倒在地。给我滚一边去！这是我的东西，再敢来抢夺，今天就打嘎你！大宝一声不吭，上前照他肚子上猛地一脚。三伯娘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抢东西就算了，还敢打大丫！老太婆见状，上去一把揪住大宝头上的小揪揪，随手将他拽倒在地，抬脚想要踹大宝时，大妞再次扑了过来，抱着孟氏脚喊道：“我们分家了，阿奶不能打哥哥，不能拿走我们家的东西。”三妞也去抢夺高氏手中的布匹，这是我们家的，不许拿，放下，不要脸，抢我们家的东西！一个个赔钱货，赶紧给我松手，不然我打不死你！三丫被打得哇哇大哭，就是不肯松手。娘，大伯娘和三伯娘抢我们家的鸡蛋和糕点，娘快回来啦！就在这时，门外却传来了马小麦的声音：“谁抢你们家的东西？”马小麦冲进院子，正好看到他们手里的东西，脸一沉：“这些是我爹拿命换来的，欢欢姨救了我爹的命，我娘让我送来，可不是给你们的，快点给我放下，不然休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”13岁的马小麦个头已经很高了，又有些拳脚功夫，但他毕竟是个半大的孩子，所以几人也没将他放在眼里，拿了东西就要走。马小麦一看他们这么不要脸，抄起凳子拦在门口，怒喝道：“谁再敢往前一步，我认得他，我手中凳子可不认得。你敢？瞧把你给能的！你咋不上天？我就问你，日后你讨了媳妇成了家，别人送你的东西，你爹娘拿不拿的？要是你爹娘拿了，你还有意见不成？”马小麦让他一通连珠炮般的逼问傻眼了，见他被自己几句话给唬住，孟氏给刘氏、高氏丢个眼色，就要领着他们走人。马小麦从高氏手里抢过花布，那你们也不能全部拿走，还有糕点和鸡蛋，只能拿走一半。高氏虽然心疼花布被夺了去，但能得到一半，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既是你家拿来的，要分也由你来分。马小麦把手中布匹递给大丫，就在这时，刘氏一把从大丫手里抢了就跑。马小麦撒腿就要去追，却被孟氏死死拖住。与此同时，毫不知情的季之欢正带着丁有田来到昨天的陷阱处。此时洞里除了3只斑鸠和2只野兔之外，还有一只成年银狐。银狐被竹签戳破肚子，看去奄奄一息。见到2人，银狐满目焦灼，还流下泪来。我去，这狐狸难道开了灵智？季之欢凝眉一扬，看着银狐道：“你要是能听懂人话，有求于我们就点一下头。”果然是一直有礼貌的银狐，娘子能否救活他？血都快流干了，他强撑着一口气，多半是为了幼崽。季之欢现在也是母亲，不觉动了恻隐之心。要不是为了幼崽，这种开了灵智的银狐根本不会以身犯险，尝试去抓陷阱里的斑鸠和野兔。他把银狐提溜上来，悄悄给他喂了点灵泉水，然后让他带路去找他幼崽。银狐朝山腰上爬去，没一会，银狐支撑不住倒了下去，反而一脸哀求看着季之欢：“洞穴就在这附近是吧？那咱们打个商量呗，我会找到你的幼崽，不管几只我替你养着，但你的肉身的归我，因为我也有崽女要养。没意见就闭上眼安心去吧。”话落，银狐闭上了双眼。季之欢把银狐丢进了空间，接着2人很快在一处洞穴找到银狐的4只幼崽。4只小崽子不知饿慌了，爬到丁有田脚边，另外3只爬到季之欢的脚边。丁有田抱起幼崽看了看，你这小孽畜倒知道讨好我，也罢，既然你们无父无母了，以后我和娘子就养着你们。季之欢暗翻个大白眼，把4只小崽子扔进背篓，带回家能不能养活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2人返回到陷阱旁边，取出陷阱的斑鸠和野兔，又把陷阱板的皮层修复好，2人这才打道回府。丁有田一路走一路说道：“这后山野物都精得很，以前10天半月也不见有掉进陷阱的。娘子这般好运，会不会是昨日娘子被雷劈晕时，恰好将公狐劈死了？那公狐的魂魄附在了娘子身上，所以娘子醒后开了治运气也好了。”季之欢听得心下暗惊，猛回头看他：“你才狐狸精上身，瞎说什么？”说完，2人加快了步子。还没等2人回到家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几个小崽的哭泣声。不好，家里出事了！话落，2人急忙朝家里赶去。娘，田婶婶送我们家的东西都被哪代人抢走了。三丫把事情经过讲给季之欢听后，马小麦挠挠头，一脸内疚地说道：“欢欢姨，对不住，我没护好他们几个，我爹爹醒了，我得回去了。”不关你事，你稍等会，先别急着走，等你丁叔来了再走。昨天我下了套了几只斑鸠和野兔，
你带着斑鸠回去，让你娘给你爹炖上补补身子。真的，欢欢姨，你怎么下的套？咋一次套了这么多？下次你可不可以带上我一块去？四小崽听说娘一下套上几只斑鸠和野兔，也没再哭丧着脸。但二妞想想还是好气，那么多鸡蛋让奶给碎了，几包糕点她一块也没尝过呢。她担心奶还会来抢斑鸠和野兔。娘跟爹不在家的时候，阿奶再来抢我们的东西怎么办？季之欢瞥了一眼门口的丁有田，说道：“凡事有一就会有二。”懂了，我这就去找他们算账。说完，脸阴沉沉的转身出去了。季之欢走过去，拿去地上的背篓，捡了只最大的斑鸠给马小麦。他接过道声谢，欢天喜地拎着跑了。我上爷奶那边看看，你们好生在家待着，别乱跑。与此同时，丁有田出来径直去李正家借了铜锣和鼓槌，拿着去了田间地头，扯着嗓子大声道：“在下恳请各位乡亲父老帮我评评理，我爹娘把我们一家分出去，半亩地没分给我们。今天还趁我和我娘子不在家，我娘带着大嫂、三嫂跑去抢走了马田氏，为答谢我家娘子救命之恩送来的谢礼，因慢而拦着，一篮鸡蛋和几包糕点抢不去，我娘一怒之下全给碎了。你们说有没有这样干的？该不该把东西退还给我们？”老丁头最是爱面子，让他这么当众一闹，气得面色铁青。老大、老三和老五也都气。还有这事，分家田都不分，凭啥去抢东西？还让不让老四一家活了？族里的丁三爷爷说道：“老四媳妇把人救活了，人家送去一点谢礼有啥眼热的？老四家还是个娃呢，再怎么说也不该把鸡蛋和糕点给碎掉，这不糟蹋东西吗？还糟践了人家的一番心意。”老丁头眼一瞪：“看啥看？不干活了？这是我的家事，用得着你们在这里瞎逼逼吗？我不过多嘴说句公道话，听不听在你。我只管田间地头里的事，家里的事我一概不管，要事事都要我来管，我还娶个婆娘干啥？我也没指着娘会把抢去的东西退回来。分家那日爹亲口说的，不分我田，也不分我一文钱，但以后你和娘不用我们这一房赡养，我们一家过得好与不好，也不许去爹娘跟前说道。这些话还作不作数？若是作数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往后就是不相干的人。今后娘若再上我家去抢东西，休怪我报官，到时当贼捉了，别说我没提前知会爹一声。你敢？有何不敢？丁有田咣当敲响锣鼓，又大声把刚才那番话说给众乡亲听了遍。他盘算着闹了这么一通，他爹好面子，今后必不让他娘再去抢东西。然而季之欢已经闯进了老宅，气得梦是把桌子一拍：“好大的狗胆！给我放下布，滚出去！”季之欢也不答话，走去桌前，抬起手一掌劈下去。厚重的实木桌被他一掌劈成两半，坐在桌旁的孟氏被一股气流冲击，身子一歪，倒在了地上。以后谁再敢上我那抢东西，这张桌子就是他的下场。你个杀千刀五雷轰的！孟氏扯着长枪哭嚎起来。季之欢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，抱着两匹布出了堂屋。躲在外面偷看的老五媳妇陆氏见他出来，扭身往灶屋去了。谁想季之欢跟了过去。我可没上你那，不信你回去问一下便知。季之欢连眼角余光都没给他，自顾拿个篮子往里捡着鸡蛋，感觉到身后陆氏嫉恨的目光，他心里忽生出一丝恶趣味。弟们，我拿回被打碎的鸡蛋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四嫂拿便是。你瞪大你得狗眼好好看看，我真是你四嫂吗？陆氏没一条，还没明白这话什么意思。季之欢默念，牲口绝人已躲进百草间，一个大活人就在他眼皮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四嫂，陆氏惊慌四顾，下一秒，季之欢笑盈盈再次出现在他面前，然后倏忽一下又消失不见。啊妈呀！妖怪，有妖怪！他尖叫着刚想跑，被季之欢一掌劈晕在地。陆氏一向表面装好人，背地里使阴招，原身没少在他手上吃亏。季之欢嫌恶地扫他一眼，揣着两匹布，提上一篮鸡蛋，扬长而去。为了能吃绝户，这家人竟找来巫师，以巫术来镇压儿媳。四哥、四嫂，有件事你们得提防着点，娘要请吴仙过来镇压四嫂。这老太婆又想搞出什么幺蛾子？因为五嫂说四嫂是妖怪，娘说四嫂八成是被后山的树精山怪附身了。你们当心，娘会带吴仙姑上门闹事。来就来，难道我还怕那老太婆不成？季之欢嘴上说的若无其事，实际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。他不过是一时一缕亡魂，万一那什么仙姑真有两把刷子，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呢。我娘不是妖怪，叔，你别听阿奶瞎说，说我娘是妖怪的，自己才是妖怪。老六，五弟妹好端端的，为何会这般说？这还用问？你爹原来想让我做老五的媳妇，当时被我拒绝了。自从我嫁给你后，他一直看我不顺眼。老六点了点头，也说道：早前爹娘对四哥抱有期望，一心指着四哥将来高中状元跳出龙门，哪知四哥是个妻管严，加上四嫂有捉弄了五嫂的事情啊，所以爹娘一直认为四嫂是个妖怪。丁有田气得拿起砍刀就要去找他们算账，季之欢急忙拦住他：算了，随他们闹去吧，咱不搭理他们就行了。这时老六还要赶着回镇上，说罢又拿出半吊钱给季之欢：四嫂，这是我攒的银两，都是客人打赏的，爹娘不知道，你收着，莫嫌少，好歹是我一点心意。他听说四哥被母亲净身出户，心里过意不去，把所有积蓄全部拿了出来。不用，今天我们赚了钱呢，你要不信问你四哥。另外我们还有桩好事找你。
让你四哥跟你说。丁有田把打算跟刘瞎子合伙开酒房的事跟他一说，老六当即拍着胸脯打包票道：这好办，我们老板一直想要他酿的酒，只要四哥能说服他合伙，你们酿多少酒我们老板全部收。事情还没成，你回去先别跟你们老板说。这个自然，我等你们好消息。这半吊钱四嫂还是收着，老吴几年没住人，防晒啥的都得使钱，就当我孝敬哥嫂的，千万莫跟我见外。那四嫂先替你攒着，等将来你娶媳妇再给你。四嫂，我娶媳妇还早着呢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。说罢兴冲冲地走了。与此同时，老屋这边老五在向一个干瘦的女人描述着季之欢消失情形。干瘦女人叫吴凤仙，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神棍仙姑。仙姑，你看我那四媳妇被什么山精树怪附身了，有把握降服不？吴凤仙也一邪，你去方圆百里打听打听，本仙姑可不是没名没号的。你们若不相信本仙姑，那就另请高明吧。说着做事要走，老丁头陪笑道：仙姑莫怪，老婆子没别的意思，这不担心附身的妖怪道法高深吗？万一降不住，那不白糟践钱吗？要不本仙姑说你就是猪脑子呢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。本仙姑一进你们村可听说了，你那四媳妇下套到好几只斑鸠和野兔，她要不是被山精野怪附身，能有这种本事？听到神棍一番话，一屋人人顿时坐卧不宁。仙姑，你可要救救我们家呀，千万不能让他来祸祸我们。你也犯不上跟他怄气，他现在是被附身了，但不管他被什么山精树怪附身，本仙姑出马没有降服不了的。说到这，他扫了一眼屋内在座的人，待本仙姑降妖伏魔之后，他还不是任由你们调摆，想搓圆搓圆，想搓扁搓扁。那几只斑鸠和野兔，还有2匹布，还能是谁的？布都得送到这个家里来，可要再拖下去，他金东家送一点，明儿西家送一点，到时只怕连骨头渣渣都剩不下喽。孟氏原本压根不舍得花血本请他这尊大神，奈何他心心念念不忘到手的花布，于是老太婆带着神棍就朝老屋走去。吴凤仙昂头挺胸迈进院子，孟氏紧随其后跟了进去。一进去瞪着丁有田就骂道：杀千刀的败家玩意，也未多金贵呀！那田氏是你亲养老子吗？直接送给了他们，不知道孝敬你爹娘。仙姑就是她，这就是我家老四媳妇。孟氏指着季之欢，一脸气愤地告诉吴凤仙：自从她被雷劈过后，根本不把我这婆婆放在眼里，从前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被邪魔附身了，快拿住她！我娘子没有被附身，不劳仙姑大驾了，从哪来回哪去吧。丁有田挡住季之欢前面，沉声道。吴凤仙见季之欢眼里没有一丝畏惧之色，便只对着季之欢画着符咒，身子也跟急速抖动起来，嘴里叽叽咕咕不知念叨些啥。就这点道行，还在我面前招摇撞骗，你还是回家吃奶吧。话音刚落，只见吴凤仙从怀里摸出一张符纸，接着符纸便燃起一团火焰，看得围观村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吴仙姑果真名不虚传啊，环环会不会真被附身了？你怕个鸡毛吗？有仙姑在，再说咱们跟环环无冤无仇，真被附身要害人，也只会害老丁家的人。村民们七嘴八舌，一个个表现都很兴奋。季之欢若无其事地看着吴凤仙，刚才画的符咒念的咒语对他一点用都没有。吴凤仙用桃木剑挑着符纸指季之欢，大声喝道：本仙姑在此，妖孽速速离开季氏的身体，本仙姑饶你不死。季之欢纹丝不动，吴仙姑手中桃木剑朝季之欢又递近几分，都快戳到他鼻尖。季之欢伸手抓住桃木剑，轻轻一捏，桃木剑断成2半，被扔在了地上。娘子霸气，我好崇拜你。找死！你这个神棍，再敢来这里招摇撞骗，看我不灭了你！季之欢一脚将他踹到了院门外，孟氏率先反应过来，气急败坏朝着神棍扑过去，跟吴凤仙厮打上了。你个杀千刀的骗子，还我钱来！退钱不可能，你才是杀千刀的，你全家都是骗子，他压根就没被妖魔附身。他越想越气，一时竟反败为胜，占了上风，反将孟氏压在身下，左右开弓扇了他几个大嘴巴子，随后便逃离了现场。老丁头铁青着脸看着躺在地上的老太婆，愤怒的一脚踹了上去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货色，白吃了这么多年的粮食了。说完头也不回走了，留下一脸懵逼的老太婆。这时老太婆才想起来罪魁祸首，你这个赔钱货，都是你瞎出的主意，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！孟氏骂骂咧咧朝着五媳妇就追去，等众人离开后，躲在一旁的马小麦上前询问道：欢欢姨，你会不会功夫？会一点，小时候教我医术的师傅也教过武功。那以后早上我们一起练功行吗？我以前每天早上都跟着我爹爹练，我可以把我会的教你，你也可以把你会的教我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咱们互相学习。
他只是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野兔和野猪直接跑进坑里蹲着，这一幕直接惊呆了众人。欢欢姨，你收我为徒吧，我一辈子都听你的。学会了这种高级捕猎术，以后还用得愁吃喝吗？你想拜师得先问过你爹娘的意见，要拜也要正经拜。听你丁叔的，回去问过你爹娘再说。只要你爹娘同意了，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。欢欢姨，等我回去，我就和父母说。那现在你先教我怎布置陷阱吧。季之欢把猎物从陷阱里拿出来，随后又在陷阱上面盖上青草，这才扛着野猪朝家里走去。回到家，四小只看到地上的野猪，眼睛都看直了。野猪，大野猪，晚上我给你们做份全猪宴尝尝。娘子到底还有多少本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季之欢给了马小麦半边猪头和一条猪后腿，喜得马小麦连声大叫：“谢谢师傅！”别乱叫，现在还不是，等以后拜了师有你小子叫的时候。丁有田也喜欢马小麦个机灵劲，看眼自己儿子，忍不住询问道：“娘子，宝儿你能治好吗？不能一辈子就是个痴傻样子吧？”能治好，晚上等他睡了我再给他扎针，连续1个月久了能恢复正常。丁有田听了激动坏了，兴奋之下一把抱着季之欢，季之欢一掌将他推了出去。给你3分颜色就想开染房事吧？忘记我的警告了吗？离我3米远。娘子，我忘了，下不为例，我立刻离你3米远。季之欢抓到一头大野猪，就连马家都分到半边猪头和一条猪后腿的消息，跟长了翅膀一样，不一会便传遍全村。老丁家的人听到消息跟炸了马蜂窝一般，在地里劳作的老五直接撂挑子不干了。爹，老四这狗日的，搬酒野兔就不说了，那半边猪头和猪后腿不拿来孝敬爹娘就算了，竟然免费给了别人家，他们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。老大老三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不约而同看向老丁头。爹，老五说的有道理。当年要不是爹发善心将弟妹买回来，他早不知饿死在哪了。爹跟娘辛辛苦苦将他们拉扯大，虽说分出去单过了，可没断绝父子和兄弟关系，哪有日子过好了？不顾爹娘跟兄弟的道理。大哥说的对，他们要不认爹娘，不认兄弟，两人加起来多少斤，就用多少斤的猪肉来抵。老丁头也觉得把私房分出去失策了。谁能想到老四媳妇恢复记忆后这般能干，不仅会医术，还会下套，也不知他如何下的套，能套住一回是运气。接二连三套住平的可就是下套的技巧了。老大，你跑一趟，就说我说的，老屋冬天住不得人，让他们一家搬回来，今天就搬，快去！丁有望1秒没耽搁，把脚快步往老屋去了。老屋院门虚掩着，隔得老远，丁有望就听到院里传出的孩童笑声。他推开院门进去，发现4小只居然一人有只小狐狸崽子，三丫手里还拿着半块糕点在喂狐狸崽子。这才几天功夫，四房日子竟过得这么好了，连一向馋嘴的三丫都不稀罕糕点，使得拿去喂狐狸崽子了。一时间他心里是又恨又妒。老四，爹让你们今天就搬回去，他们说想你想的都想不起来了。我们不回去，现在想到我们了，早干嘛去了？还不是看上野猪肉了吗？看到季之欢投来的目光，老大顿时吓得双腿直打哆嗦。反正话一带到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回去告诉你爹，要不想过安生日子，大家都别想好过，再来生事，我便一纸诉状递到衙门里去。丁有望顿了顿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大不去了，回去地里。他把丁有田的原话一字不漏说给了他爹听。爹，你发句话吧，我还不信，就算二哥不在，我们哥仨还收拾不了一个妇人，单拳难敌4手，他再有八子蛮力，还能一打3不成。老丁头冷冷瞅他一眼，你这个二愣子，遇事就知道吵吵，也不动脑子想想，做大伯的要真把弟妹给打了，老丁家在这个村子里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我们给淹死。老五还想说啥，老丁头俩眼珠子便瞪了过来，他到底还是不敢跟他爹硬犟，只得先闷头干活。傍晚，孟氏领着老大、老三、老五并他们各自的媳妇，雄赳赳气昂昂闯进田氏家。田氏赶紧将半边猪头和猪后腿拿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田氏也不是软柿子，那你来晚一步，都吃下肚变成爸爸了，你要不要？要的话回去取个盆来，我拉给你，只要你吃得下。放你娘的孟加拉虎冲天屁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猪肉交出来，本宝宝就放火烧了你家祖宅。田氏压根不带怕，让马小麦去把菜刀取来。马小麦取来后，他手拿菜刀往自个脖子上一横，我看哪个敢动，动一下我立刻抹脖子，死了都要拉你们一个遍遍。有本事你就嘎了，还想威胁我？你以为本宝宝是被吓大的吗？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时，马福全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捂着腹部从房间走了出来，视线落在几人身上。你们是当马某死了不成？我还没死呢，你们就敢大摇大摆欺负上门？你个半死不活的废人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赶紧给我滚回去躺着等着嘎！田氏看着老太婆如此诅咒自己丈夫，气得火冒三丈。我田桂枝可不是好欺负的，我跟你们拼了！话落，举着菜刀朝孟氏他们冲了过去。媳妇，千万别冲动，杀人要偿命的。
马福全担心田氏一怒之下干出傻事，想冲出去阻止，结果急切间用力过猛，不但迸裂伤口，自己还一头栽倒在地。孩子他爹，你没事吧？马福全被他们扶起，坐在地上，他一手捂紧腹部，一手指着丁家三兄弟。你们现在滚蛋还来得及。吓唬谁呢？你都这样了，我们还怕你不成？大哥，那么些猪肉他们家不可能这么快吃没了，你去灶屋搜，我和三哥守在这，不能白便宜了他们。老大二话不说朝灶屋走去。给我站住！你们这是要明抢是吧？当我马家田家人都死绝了是不？小米，去你老家把你几个舅舅喊来，我看今天谁吃了豹子胆，敢上我们家抢东西。哼，娘，我现在就去。马小米抬脚飞快去了。三弟，你去找欢欢姨过来帮忙。好的，大哥。田氏有2个哥哥1个弟弟，二哥还是个镖师，拳脚功夫不比马福全弱，吓得老大一时还真不敢动他。说谁抢的，我没动啊。老五看他大哥怂了，马上指着田氏道：我4个一家只是被分出去单过，爹还是他们的爹，娘还是他们的娘，我们也都还是他们的兄弟，拢共1头猪，我们自家人还分不过来，哪轮得到你们来享用？便是你兄弟来了，也得讲个理。对，没错，是这么个理。野猪是我四儿和四儿媳妇套的，别说叫你兄弟来，你就是把李正叫来，我们也是有理的一方。说着冲田氏啐了一口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吃我们家人套的野猪吗？赶紧交出来，别废话。师傅给我的，谁敢上我家来抢我抽谁。我呸！你要不要点脸？为了口吃的师傅都叫上了，他们教你啥？教你下套啊！说罢掉，转身命令老大：愣着干啥？还不进去搜！儿子只是分给邻居半头猪，爹娘就带着一群人上门讨要说法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吃我们家人套的野猪？赶紧交出来，别废话！眼看丁老大朝着灶屋去了，马福全皱起了眉。我的 XL 激光狙要是能带到这里就好了。脑子里刚闪过这念头，手里突然出现一把 XL 激光狙，来不及多想，抬手朝着丁老大脚下开了一枪。我操，这是啥玩意？丁有望，你若再敢往前一步，那个坑就是你的下场。马小麦一脸惊喜：爹，你用的什么暗器？听他这么一问，孟氏和丁老大顿时明白了。没想到马捕快都伤成这逼样了，还这么厉害，看来今天明抢是抢不成了。这时听到马家动静的村民陆续过来，孟氏见状立即使出他惯用的招数，往地上一坐，拍打着2腿哭诉起来：大家来评评理，我儿子抓到的野猪全被这家子骗去了。田氏你也真是的，你赶紧把东西退给人家，为那么点吃的闹起来也不好看。就是欢欢在跟你要好，可她到底还是老丁家的儿媳妇，她婆婆自然做的她的主，赶紧退了吧。田氏气得2眼发黑，就在他正要开口对回去时，有人替他说话了：要我说，你们这些人就是眼热，也不想想，欢欢一家被撵到老屋，前没一文，天无半漏，那时你们谁伸手帮过他们一把？只有田氏送去半袋番薯，那个时候他可没想过回报，欢欢知恩图报，你们有什么可眼热的？他婆家人又拿什么脸面上门来讨要？替田氏说话的是常氏，和田氏一样是个强势能干的妇人。放你娘的春秋大屁！看我不撕烂你的臭嘴！撕老太婆，别人怕你，我可不怕，有本事就撕！就在老太婆准备上去撕烂常氏的嘴时，季之欢和丁有田来了。季之欢一进来直奔田氏：田姐姐，我来迟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自从田氏嫁到丁家村，还从没被人欺上门来，更没被人当众指责过，泪水一下没绷住，夺眶而出。小娼妇，她是你哪门子的姐姐？孟氏指着刘氏与高氏：这才是你正经的嫂嫂，要叫姐姐也该当叫他们。你这吃里扒外的贱皮子，真是反了天不成？季之欢眼角微眯，视线扫过孟氏身后的老大、老三和老五，原来有几个儿子撑腰，难怪孟氏胆肥了，敢动手挑衅自己。我小娼妇，你老娼妇嘛，几十岁了说话这么没有口德，嘴巴这么臭，你吃屎长大的。我有金山银山，我乐意给谁给谁。你气白后吧，那你也只有干气干呕的份，气死你个死老太婆！四弟妹，你就这么跟娘说话的吗？老四，你是个死人了，由着你媳妇忤逆娘，你要不管，我这做大哥就替你管了。你个雷都劈不死的贱皮子，我让老四休了你！休我？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？你这个老毒妇，自己吃的膘肥体壮的，再看看你这3房儿媳妇，个个瘦成猪肝了，好吃好喝的都先紧着自己，吃饱了闲着没事干，居然挑唆自己儿子休妻，我看你就是根搅屎棍！你不妨问问你四儿，看他听不听你这老毒妇老巫婆的。孟氏鼻子都快气歪了，狠狠地瞪着丁有田。老四，你说你是听我的，还是听你婆娘的？娘，我当然听我媳妇的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分家了，我和你们之间没有关系了。老四，你个软蛋，你管不了婆娘，老子替你管。
说完，一拳照季之欢脸上挥过去，季之欢反手抓住他胳膊，一个过肩摔将他结结实实打趴在地，跟着踏上一只脚踩在他背上。就凭你也想动我？谁给你的勇气？众村民惊得目瞪口呆。欢欢真是狠人了，不仅敢骂婆婆，还敢动手揍小叔子，难怪吴仙姑都奈何不了他。马福全看着季之欢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左耳醒来，他看见肩上的包扎法，还只是怀疑，这回他已确认无疑。方才季小娘子那招过肩摔，还是我在警校任教时教的，原来她也穿越了。有本事你踩啊！季之欢也不跟他废话，直接抓起他随手一丢，直接丢出去5米之外。好你个季之欢，我看你是想反了天不成？老三也怒骂着抬脚想踹他，无一例外都被季之欢轻松解决。丁家几兄弟成为了叠罗汉，躺在地上哀嚎不已。还有谁不服的过来领打？刘氏、高氏、陆氏也吓得躲在一旁不敢吱声。他们3人长期受孟氏压迫，动不动还被自家男人揍，这会一个个心里暗爽，竟没一人上前去扯起孟氏和自家男人。你们3个赶紧把自家男人拖走，如果敢再来闹事，那就别怪我下狠手了。3人听到季之欢的警告，扛着自家男人就朝院外跑去。待人都散去后，季之欢看着马福全腹部纱布已被血染，需要再次缝针。马小麦，你留在房里帮我，其他人出去等着就可以了。季之欢给马福全注射了局部麻醉，马福全在季之欢拿出针筒时嘴角已微勾。那日，季之欢挡在他身前被一枪爆头，那颗子弹穿透季之欢后脑，钉进了他额头。醒来，他就成了捕快马福全。马大哥，好好窝床养着，你这伤没个10天半月好不了，养伤期间不能再下床，有什么事让小麦去叫我就行，千万别再逞能。妹子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马大哥，和我不必这么客气，这件事还是因为我婆婆引起的。又叮嘱几句，季之欢挎上药箱转身出去找田氏去了。田姐姐，我想开一家酿酒厂，要不你来帮我酿酒吧，每日按180文结算工钱。我的好妹子，你让我说啥好？当年我不过顺手帮过你几把，也没帮你什么大忙，就捎带手洗过几件衣裳，我可真没图你回报啊。咱们不是第一天认识，我能不知道田姐姐是个啥样人吗？今天的事你别放心上，我是真缺人手，还得再雇一个手脚麻利的人呢。以往除了田姐姐，我也不大和其他人来往。田姐姐可以有推荐的人选。我看常氏那个人就不错，常氏男人是个痨病壳子，又有5个儿女，家中日子比谁都过得艰难。常氏能干，家中田地卖了，给男人看病抓药了，他就自己在屋前屋后开荒种菜，每天天不亮挑去镇上卖，卖了钱换回粮食，这才勉强维持住一家人的生计。那这件事就麻烦田姐姐帮我问问看了，这事包在我身上。与此同时，老丁家又在召开家庭会议。看来老四媳妇真的变了，再也不是过去任人拿捏的废物了人，我一定要把他抓过来暴打一顿，不然胸口这口恶气实在难消。闭嘴吧你！除了骂人，你还会别的吗？骂来骂去还是这几句词，没用的东西。说完又看向站在一旁的几个儿子、几个儿媳，你们几个有啥主意没？主意还得爹拿，我们听爹的。养你们有什么用？什么都要你爹拿主意，你们都是猪脑子吗？硬的不行，要不来软的吧。二哥二嫂跟老四2口子一向处得不错，等他们回来让他们去和老四说说看。不过什么有屁就放，搬回来我想着没必要。老四媳妇如今我看他老虎都打得死，真要回来不定把这个家闹成啥样。只让他往后套着猎物上交一半孝敬爹娘便是。三嫂说的对，上交猎物孝敬爹娘就好，省得搬回来娘看着他生气，别把咱娘给气坏了。他对季之欢还是有阴影，始终想不通季之欢是如何搜一下不见，搜一下又显身的。那就这么着吧，等老二2口子回来，我给他们上一课，然后再做定夺。散会。为了将腐烂的野猪腿卖出去，女人竟然向店老板哭诉起来。老板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，我走了几十里山路才来到这里，家里上有80岁的老母亲，再有4个嗷待哺的孩子，都等着我卖了这野猪腿换粮食回去呢。老板看女人这么楚楚可怜模样，瞬间激起了男人的同情心。先拿出来给我看看吧。季之欢立马从背篓拿出一根爬满苍蝇的猪后腿。老板，你看这野猪头的肉质绝对上品，就连苍蝇都闻声而来。老板满意的点点头。那你准备换多少钱？我不要钱，我想换点盐。老板为难的皱了皱眉。盐可是紧俏货，我也不多，你看看还是换点别的吧。老板，你就换给我一点盐吧，我家里真的非常需要用到盐。说完，季之欢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老板见状立马答应下来。我可以给你一点盐，算是送你的，然后再给你1两银子作为买猪腿的钱，你看可以吗？季之欢刚才已经打听过，如今世道，1两银子差不多可以买200公斤大米，2条野猪腿可以换400斤大米。可以，谢谢老板。老板，您人这么好，我祝您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发大财。你等着，我进去给你拿盐。没一会，老板就拿出一个纸包递给了欢欢。得了钱，季之欢本来打算直接回去，不过在经过一家布庄的时候，他忍不住拐了进去。气温一天比一天低，几个孩子还有自己，都还只穿着单薄的衣裳，
给孩子买点布料回去够他们做几件新衣服。决定好后，季之欢花200铜钱买了10尺布，又花了几个铜钱买了一些针线。等季之欢回到家，已经是下午，刚进门就发现不对劲，门口乱糟糟的，像是被人翻找过。娘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大宝带着妹妹们小心翼翼、委屈巴巴的从房间里探出脑袋，只见大宝的左脸似乎还肿了。怎么回事？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娘，是隔壁的老太婆，她抢走了我们的鱼，我们去拦她，她还动手打了我们，临走前还让我们转告你，这就是欺负她闺蜜的下场。相传村里有2个恶霸，一个是她的婆婆，还有一个老女人，在村里没人敢惹他们，不然绝对非遭受他们的报复。季之欢回头看了眼晒鱼竿的地方，此时的鲫鱼竿全都不见了。好啊，打我的人还抢我的东西，真是厉害了。你们知道他家在哪里不？我们刚才就是去跟踪老太婆了，一直跟到她家里。很好，竟然欺负我头上了。说完气呼呼的就要出门找人家算账，不过前脚踏出院子，身体就停住了。等一下，咋了娘？是要就此算了吗？当然不能就这样算了，我会让他们自己回来求我的。老太婆回来求娘你，为什么呀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我在鱼竿上加了一点点东西。季之欢刚才也是被气得很了，忘记自己出门前，为了防止一些坏人来偷他的鱼，他就在上面加了点药。加了什么东西呀？让人后悔当强盗的东西。季之欢回到院子里，将自己带回来的糖炒板栗拿出来，看娘给你们带了什么好吃的。啊，糖炒板栗，我看过大伯母他们吃过。大丫突然用手指着三丫说道：妹妹吃过。是吗？哪里来的？以前大伯母说，我们4个谁学3声狗叫，就给谁1颗板栗吃。大伯娘太坏了，我都学了狗叫了，给我的确是坏的，根本没法吃。季之欢一时间都不知道要如何安慰人家弱小的心灵，只能使劲抓了一大半板栗放在三丫的面前。以后想吃什么东西都跟我说，娘给你们买，别人给的东西不能随便吃。娘亲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娘亲。季之欢同样给另外3个孩子1人1大把板栗。娘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了。老三这张嘴巴真是一刻都不停歇的，刚吃完就又开始叭叭叭的说，其余3个跟着点头。饭后，季之欢看着木盆里堆着的猪大肠，灵机一动，当即决定给孩子们做个现代化的美食——烤肠。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看为娘给你们做个这个时代没有的美味。4小崽听后急忙点了点头，接着季之欢先把猪大肠清洗干净，放进面粉反复揉搓多次去味，很快香肠就都做好了。我们先给它吹会风，让外面的肠衣稍微风干一点，等晚上的时候就可以烤着吃了。孩子就这样眼巴巴地望着那烤肠，一直盼着天黑。当最后一缕阳光落下，老二立马跑到季之欢面前：娘，天黑了，是不是可以吃烤肠了？好的，给你们安排。 4个孩子则像4头饿极了的小狼，眼神炯炯地守在旁边，一人1根，慢慢吃。孩子们被烫得不停嘶哈嘶哈的吸气，还是忍不住大口的吃。慢点吃，今天管够，吃东西不能吃太烫，对身体不好，明白吗？吃好晚饭，孩子们坐在院子里看星星，季之欢则开始考虑剩下的那些猪肉该怎么处理。要是有足够的盐，就可以做成腌肉，就不愁保存。可惜这个时代，盐都是管控的，到哪里弄到那么多盐呢？你们知道这周围有没有盐矿？什么是盐矿？就是咸的石头之类的。我见过。是吗？在哪里？能带我去看看吗？老大想了想，然后点点头。可以，就在昨天我们抓野猪的附近。好，那一会我们就出发。等到夜深人静，他则带上老大一块出门，就是前面了。两人走近一看，岩壁湿漉漉的，还残存着冻嫩舔舐后的口水。季之欢伸手用指甲抠下来一点点，放到嘴里尝味道，还真的咸的。你是如何发现这个地方的？老大却直勾勾地看着他，然后像下定了很大的决定一般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季之欢的心咯噔了一下。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这个地方明明是您带我来，家里的盐一直都是从这里弄的。我之前不是生了一场大病吗？人生病后就有可能会出现记忆力衰退，记不清楚事情的情况，所以忘记一些事情也是正常的。大宝认真地听着他的讲话，思考着到底要不要相信他。好久之后，大宝脸上的表情终于缓和，眼里也没再有任何疑惑。娘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这里的盐矿这么多，我们赶紧趁着现在没人，砸一些下来弄回去。叮叮当当一阵敲打，弄下来不少硬邦邦的岩石，放进背篓里，两人这才嘿咻嘿咻背回家。到家后，孩子们都已经起床，巴巴地等在屋子里。饿了吗？娘给你们弄饭吃。季之欢把猪肉切成薄片，放入金贵的盐，再把敲好的肉片放锅里，等水再次沸腾，搅拌搅拌，盖上锅盖焖2分钟即可出锅。这叫肉片汤，滑而不腻。娘，这个盐不能吃多，不然会出现危险的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到底在鱼里下了什么药？你是存心想害死我们母子吗？季之欢冷眼看着两人，嘴上带着若有似无的讥笑。不错，你们2个忍耐力还挺好，我还以为昨天就该找上门来的呢。
没想到能撑到现在。好你个季之欢，竟敢对我们下药！我劝你赶紧把解药给我们。那是我的鱼，我爱下什么药就下什么药，关你们什么事？那你就是承认在鱼里下药了。话音未落，他脸色一变，一手捂肚子，一手捂屁股。哎呦，你个毒妇，快点把解药交出来！哎呦，我不行了，茅厕，我要上茅厕。季之欢依旧是面不改色，冷笑看着老太婆上蹿下跳。你看我娘年纪那么大了，脑子也不灵光了，做出些什么不好的事情，你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。你到底交不交解药？你都这逼样了，说话还这么横，有本事就地解决啊！解药大不了我们肯不要了。今天我让你走不出这个院，信不信？我信不信暂时不重要，重要是我在鱼里面下的药，一旦被吃下，不管是谁，就算是头老虎，也会在3天之内暴毙。什么？一听说3天之内必死无疑，母子二人这才真的慌了。老太婆瞬间面如死色。你到底要怎么样，你才肯把解药给我们？你一大把年纪了，难道还需要我教你该如何做人？老太婆嘴角狠狠地抽了抽，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跋扈。我求你，可怜我们母子，把解药给我们好不好？你平时就是这样求人的。我给你跪下了，现在能把解药给我了吗？你跪下，我就一定能给你解药了吗？他儿子一看情况不妙，赶紧大声地打断：娘，都怪你，非要趁人家不在家偷走了人家的鱼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，做错了事情就该好好承认错误，好好的跟人家道歉。男人这么一说，老太婆瞬间蔫了。老婆子，我真的知错了，你也是当娘的，请体谅我想为儿子打抱不平的心思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你行行好，就给我们解药，饶了我们一命吧。季之欢的目的本就不是要人家的命，教训一下，让他们以后不敢再随便来找自己麻烦便行了。接着就往地上丢了2粒黄色药丸子，拿去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们。母子二人赶紧扑上来捡起地上的药丸。这药丸子怎么看都像是随手用黄面搓出来的，所以解药其实是2个黄面搓的丸子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以后也不必怕这女子。两人吃完吃下药丸，这才灰溜溜离开。母子二人走后，4个孩子这才从房间走出来。娘，你简直是神仙，他们真的来道歉了。娘亲，是不是以后都没人敢来欺负我们了？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。就在这一家其乐融融之时，天空中突然飘起了雪花。季之欢看着雪花，意识到冬天即将来临。真正的冬天还没有来呢，必须在最冷的时候到来之前储存到足够的保暖用品跟食物才行。晚上，季之欢带上大宝，再次来到挖盐矿的地方。娘，家里不是有盐吗？还来这里干嘛？当然是捕捉猎物了，不然冬天我们哪来粮食过冬？接着，季之欢从背篓拿出早调制好的毒汁，交给了大宝。我们要趁各种动物出来找食之前，把毒药汁也涂在盐矿岩壁上，稍微涂高一点。问何？咱们只抓成年的动物，低的位置都是幼崽在吃。人为了生存，可以捕捉动物为食物，但是尽量不要伤害动物幼崽。好的，娘，我知道了。两人涂抹好毒液后，二人这才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藏好。没一会，动物逐渐出现，接着一只野山羊突然倒地，没一会又是一头梅花鹿跟着倒在地上。2只动物倒下，引起不小的动静，瞬间把别的动物给吓跑了。这些动物警惕性都很高，一旦受到惊吓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。两人走近了，才发现野山羊的肚子似乎不对劲。这么大的肚子，应该是只怀孕的母羊。娘，要不要把这头羊放了？季之欢点了点头，正准备把母羊放生，这时脑海灵光一闪，家里4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要是有只母羊，可以让小丫头喝点羊奶，对孩子的身体会有很大帮助。季之欢决定以后，这才扛着猎物朝家里走去。然而令几人没想到的是，4日清晨，母羊竟然诞下2个小羊羔。娘亲，可以送1只给我吗？你喜欢的话，2只都送给你，以后你就是他们的主人。谢谢娘亲，不过你得照顾好他们，保证他们以后都有草吃，有干净的水喝。我会的。3鸭信誓旦旦，当即拎着篮子就要去外面拔草。大鸭和2鸭赶紧跟着一起去帮忙。季之欢把那对鹿角拿去市场上卖，得到的钱买了一大筐晒干的棉花，剩余的钱则买了一些大米以及普通的日用品，另外还给孩子们带了1包炒瓜子。等回来后，一家人坐在院子里，一边嗑瓜子一边晒太阳。就在这时，院门突然被人推开。大嫂，无事不登3宝殿，你来我家有啥事情不？看着一家几口的样子，大嫂气得火冒3丈。有人说你们吃的白白胖胖的，我还不信，如今亲眼所见，才知道你们是真的一直在家里吃独食呢。好你个季之欢，你眼里还有没有婆婆？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嫂？大嫂有本事你过来说，太远了，我听不清楚。自从上次在季之欢手上吃了亏，刘氏此次过来，其实内心依旧略微有些怵，怕季之欢又发疯，不过还是壮着胆子往季之欢面前一站。我听别人说，老是在你家附近闻到肉味，你的肉哪里来的？